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20多年前，我参团去朝鲜旅游，朝鲜方面提供了2名导游，一名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年龄不到20岁，毕业于平壤国际旅游学院，这是个真正的科班导游；另一个是一个30多岁的转业军人，他的作用，相信我不说，大家也都能明白。这个转业军人肯定是看到了我登记的工作信息，就找机会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外界为什么会对朝鲜发射卫星这么关注？要知道，在本世纪初，外界已经基本能够确认朝鲜拥有了核武器，但是当时朝鲜还没有真正的发射卫星的能力，他们当时还在不断的进行各种卫星发射的尝试。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有些国家既拥有核武器，又拥有导弹，但是他们的导弹却并不一定能够携带核武器去攻击别人。如何证实这个国家的导弹能够携带核武器呢？答案就是这个国家能够发射卫星，特别是返回式卫星。看到这儿，再结合我的上期节目，相信我的观众朋友一定明白了，能够发射卫星，并且卫星入轨后能够正常工作，这就表明导弹的整流罩技术已经基本过关。如果能发射返回式卫星，这就表明弹头的载入技术也基本能够用于实战了。是的，人们开始进行载入航天器的热防护研究，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导弹的弹头。但随着航天技术，特别是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载入热防护开始越来越多地服务于民用领域。现在，人们对载入热防护的研究目标主要集中在高耐热性、高强度、低密度、能够重复使用、低成本、少维护和便于安装施工上。早期的宇宙飞船一般都会在外表面使用一种被称为烧蚀材料的特殊材料，除此以外，在烧蚀材料内部通常还会附加一层隔热材料，用以阻止热量向内快速传递。这2种材料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飞船的防热系统。后来，不断有新的热防护理念诞生，一次性使用的烧蚀型材料也逐渐被能够重复使用的耐热型材料所取代，进而能够重复使用的航天器也就随之诞生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防热材料性能的进步决定了航天器设计理念的进步。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神舟飞船返回舱暗褐色的外表面，其实就是一层烧蚀材料。另外，在返回时受热最严重的飞船底部，人们也会使用烧蚀材料。现在大家从屏幕左侧看到的就是神舟飞船返回舱的防热大底。相比于返回舱背风面使用的烧蚀材料，防热大底和飞船迎风侧面所选用的烧蚀材料的防热性能呢，会更好。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返回舱载入大气层，当速度降低到亚音速的时候，对热防护的要求就不是很强烈了。此时，飞船就会把防热大底丢弃，以减轻返回舱的重量。所以，我们从屏幕右侧画面上看到的返回舱底部，并没有防热大底。在由防热材料和隔热材料组成的防热系统中，烧蚀材料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吸收和分散热量，降低航天器表面的温度。另外，烧蚀材料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以承受强烈的气流冲击。烧蚀材料的工作原理就是在高温下，通过自身的分解气化而带走大量的热量，降低航天器表面的热负荷。说到带走热量，大家一定还记得高中物理课上学到的气化潜热这个概念吧？液体在被气化成气体的时候，是会吸走大量的热量的。就比如在1个大气压下，把1克水从99摄氏度加热到100摄氏度，只需要 4.18 焦耳的热。但是如果同样是在1个大气压下，想把100克水变成100克水蒸气，就需要2260焦耳的热。因此，烧蚀材料在被气化之后，是能够带走大量的热的。而隔热材料的作用，就是减缓热量传导的速度，保持航天器内部温度的稳定。它和整流罩上使用的隔热材料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只不过由于前面已经有烧蚀材料带走了大量的热，因此这里的隔热材料的压力就相对轻松了。让我们以神舟飞船为例来说明吧。
神舟飞船返回舱热防护采用的就是烧石材料，简称叫做 LAC。根据受热环境的不同，神舟飞船上使用的烧石材料又可以细分为 H88 和 H96 两种不同的型号。H88 型烧石材料被用在神舟飞船返回舱背风面的侧壁外表面上，而防热性能更好的 H96 则被用于返回舱的底部和迎风面侧壁的外表面上。这两种材料都是以蜂窝状的玻璃钢格子作为基本框架，通过整体成型工艺快速填充以石英短纤维、分权微球、玻璃微球等轻质的填充材料而形成的。经过这么多次的飞行实验的结果表明，神舟飞船上使用的防热材料性能是能够满足飞船对它的要求的。但是由于烧石材料会在使用的过程中分解气化，因此每次使用都会有损耗，同时损耗也会造成航天器在外形尺寸上的变化，而这就会影响到航天器的气动参数。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重复使用的航天器是不会使用烧石型防热材料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作为第一型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器，航天飞机上开始大量使用了新研制的耐热型防热材料。与烧石型防热材料通过在高温下分解气化，同时带走大量的热不同，耐热型防热材料的熔点很高，不会在航天器返回的过程中分解，因此呢，就可以多次重复使用。但是由于没有气化，同时带走大量热的过程，就要求耐热型防热材料内侧的隔热材料的性能呢，需要更加优异。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外界的热向航天器内部的快速传导。NASA 的技术人员根据航天飞机轨道器上不同部位在返回过程中的温度不同，为轨道器配置了不同的防热材料。在温度最高的轨道器鼻锥、机翼前缘等区域，使用的是 RCC 强化碳复合材料的防热瓦。这种防热瓦的熔点呢，超过了1650度。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事故就是由于轨道器左侧机翼前缘的 RCC 防热瓦受到了外力撞击，出现裂纹导致的。在轨道器的机腹等受热条件稍好的区域呢， NASA 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 HRSI 的高温表面防热瓦，这是一种硅基材料的防热瓦。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 HRSI 防热瓦被强度更高、重量更轻的 FRCI 复合加工纤维防热瓦所取代。在轨道器机体的两侧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 LRSI 低温表面防热瓦的防热材料，这是一种轻质二氧化硅防热瓦，它的使用温度一般不会超过650度。这种防热瓦后来被 FIB 弹性隔热毯所取代。在轨道器上受热环境最好的顶部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 F2SI 表面绝热毯的防热材料，它其实是一种芳香族聚酰胺纤维，用于轨道器上受热温度低于371度的地方。航天飞机总共进行了135次发射飞行，除了1986年挑战者号和2003年哥伦比亚号2次事故之外，其余呢都取得了成功。这些成绩的取得和良好的热防护性能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受限于航天飞机系统的总体布局上的缺陷，像哥伦比亚号那样的悲剧始终是难以避免的。最终 NASA 不得不在2011年让航天飞机全部退役，一个时代就此终结。航天飞机的时代虽然终结了， NASA 对可以重复使用的防热材料的研究却没有停止，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器也从来没有停下过脚步。2010年4月X-37B 首次入轨，在轨道上停留到同年12月才返回地球。此后他还执行过多次太空任务，在轨道上停留的时间也一次比一次长。目前他创造的908天的在轨停留记录依然是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在轨停留时间的最长记录。2023年12月28号，重型猎鹰火箭把执行第7次任务的 X-37B 送进了高椭圆轨道。根据预计， X-37B 此次任务的在轨停留时间将创造新的记录。此外，塞拉航天公司的追梦者航天器和 SpaceX 的星舰
也即将成为商业化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而其中的星舰更是通过4次飞行实验向人们证明了它的惊人的发展速度。不过，在刚刚完成的星舰第4次飞行实验中暴露出来的星舰飞船的热防护问题，却让我们对热防护投以更大的关注。从直播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在4飞星舰的飞船返回阶段，进入大气层后的星舰飞船的右前舵面与空气剧烈的摩擦产生的高温等离子流体，先是烧穿了接近舵根部的舵表面蒙皮，接着舵面的损坏快速加剧，后来几乎整个舵面都被强大的高温等离子流烧毁了，差一点造成最后飞船的翻转动作无法完成。人们不禁要问，星舰的热防护到底能不能保证它完成从大气层外返回的任务？其实，星舰飞船的热防护性能本来应该是相当优异的，这主要是因为星舰飞船配备了目前性能最为优异的防热瓦 Tufrock 防热瓦。Tufrock 是 NASA 的阿姆斯研究中心为 X-37B 专门开发的一种热防护材料，它的中文名称叫做整体增韧抗氧化复合结构。它本质上是一种耐高温的增强型碳纤维碳化硅材料。在 X-37B 上 Tufrock 主要用于鼻锥和机翼前缘，这就相当于航天飞机同样位置上的 RCC， 而 SpaceX 在获得了技术转让之后，将其用于星舰飞船上几乎所有的迎风面。不仅于此，在防热瓦的下面，星舰飞船还有一层白色的二氧化硅气能胶或者是硅酸铝纤维棉，它们在具有相当的保温性能的前提下，还具有相当的柔韧性，以适应舰体因剧烈的温度变化而引起的尺寸变化。同时，二氧化硅气能胶一旦遇热就会变得越来越黏，把防热瓦和星舰飞船的不锈钢舰体紧紧地粘接在一起。二氧化硅气凝胶和硅酸铝纤维棉就构成了马斯克在游戏直播里答网友问时提到的第2层热防护材料。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 Tufrock 我还是另找时间来专门介绍。在这里，大家只要知道 Tufrock 的3个特点就可以了。第一，就是相比于航天飞机上使用的 RCC 的耐热温度是1650摄氏度， Tufrock 的耐热温度达到了1700度。第二点就是 Tufrock 的密度只有 RCC 的1/4。第三，就是 Tufrock 的成本相比于 RCC 有大幅的降低。正是基于以上3个特点， SpaceX 才不惜重金从阿姆斯研究中心引进相关技术，并且广泛的应用到了星舰飞船上。但是为什么在 X-37B 上表现良好的 Tufrock 到了星舰飞船上表现就不尽如人意呢？可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就比如防热瓦的固定，这点马斯克在直播里就已经提到了，我就不再复述了。再比如飞船载入的弹道设计，这点马斯克在直播里没有提。事实上，飞船载入的弹道会严重影响飞船的受热。一般来讲，弹道平直一点，需要承受的最高温度就会稍微低一点，但同时承受这一温度的持续时间就会更长一点，反之亦然。所以 SpaceX 是否需要重新规划载入弹道，这也是他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还比如，目前星舰飞船上使用的 Tufrock 是 SpaceX 根据技术转让协议自行生产的。SpaceX 是否会为了降低成本，在仿真分析的基础上调整了配方，从而使星舰飞船上的 Tufrock 在他们认为的能够满足要求的前提下，防热性能有所下降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真是这点，那解决的方法就更简单了，调整配方，更换新的防热瓦就可以了。马斯克在直播里提到，星舰5飞的时候会更换防热瓦，似乎呢就是在暗示这一点。总之，通过以上的分析，我认为 SpaceX 面对飞船舵面烧蚀问题的解决方法有很多，而且这些方法都是能够比较容易的在短时间内实现的。因此，我对星舰飞船在5飞的过程中基本解决飞船的热防护问题是充满了信心的。不知道您在看了这2期节目之后，对这个问题是否有同样的感受？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一起讨论。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陪伴，
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